为了缓解人类的能源焦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呢正在日以继夜地捣鼓可控核聚变。不论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资源，但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放风筝就可以了。因为根据估算在9000米的空中呢，常年时速稳定在160公里左右的高空急流，能够给我们带来的电能是我们目前全人类全部需求的100倍。怎么样？还有啥好焦虑的呢？只有认认真真的研究如何把风筝放到那个高度去薅羊毛就行了嘛。虽然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矮一点可以吗？当然是可以的啊。实际上呢，现在已经有了各式各样的公司正在开发各式各样的风筝，准备把它们放到空中去收割风能了。跟传统长得都大同小异的风机完全不同啊，这帮新生派长得那叫奇形怪状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主要会讲2个方面啊。第一，为什么要用放风筝来发电呢？第二，它们都是怎么发电的？优缺点各是什么？它们真的是未来风能的最佳承载体吗？好，咱们就开始了啊。为什么要飞上天去发电呢？简单讲有3个理由，分别是可以获得更好的风能资源，可以更有效的降低成本，以及更少的对环境的影响了。当然，它们都是建立在跟传统风力发电机的对比上的。传统风机为什么要建得又高又大呢？因为高处的风更快更稳嘛。在地形地貌还有人造建筑物的影响之下呢，靠近地面的风容易产生风切变，于是效率和稳定性都降低了。而越往上走风切变就越小，风力越稳定，风速也更快，蕴藏着的风能自然就会大大增加了。这有个公式你不需要真的看得明白，只需要知道风能跟风速的立方成正比就好了。假如风速变为原来的2倍，则收获的风能呢可以直接翻到原来的8倍。这个涨幅正是我们需要的呀。所以传统的风机不仅要建得高，还要建得偏，甚至直接把它们建到海面上，就是为了能够薅到更优质的风能嘛。那你说能飞得更高的风筝，不是就具有了先天的优势了吗？另外，由于它是飞在天上的，不需要任何的支撑，只用一根缆绳拴住就可以了，所以就省去了传统风机下面的那根大柱子，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用的材料更少，花的建筑成本更低，同时运输起来也更加的方便，方方面面都省了，所以总体的成本呢就下降了很多。你看，光这2样，用更低的投入获得更好的资源，就已经是相当诱人了吧？再加上它对环境还特别的友好不仅自身不容易破坏环境，而且由于碳足迹更小，带来的间接环境影响也就更小了。真的是毫无理由放着它不用啊。那么该怎么用呢？目前主流的模式有2种，它们分别又带来了2种不同的飞行设备的形式。先来说模式虽然都是有个地面站，然后拉根绳子放个飞行物到空中去，但是具体在哪儿发电呢，却并不相同第一种是在空中发电的模式，它通常使用的都是可以自主飞行的滑翔机。滑翔机上面的螺旋桨呢，既是自己垂直起降时的动力来源，又是飞到高空当中之后捕获风力的涡轮机。电力在这里产生，然后呢，再通过连接着地面的电缆，将生产出来的电传回去。它的好处就是只要飞行稳定，电力产出就可以很稳定。当然，这种模式除了使用硬质的滑翔机以外呢，也有使用软质的充气飞艇的。至于是硬的好还是软的好，我们一会儿再说另一种模式呢，就是地面发电。它通常放上去的就真的是一个大风筝了。风筝的一边系到地面的发电机组上，在它被吹上天空，以一定的模式飞行时呢，就会拉着电机转动起来，于是电力便产生了。但是这绳子总是有一个极限的嘛。当全部放完之后呢，这套系统就必须要使用一点点刚才发出来的电，再将风筝重新拉回来，接着再次放飞，不断的重复此过程嘛。所以地面发电模式所生产出来的电呢，就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了，它会制造出峰值和谷值，必须要经由某些调整措施拉平之后呢，才能往外输出。比方说先把它们存在电池里面。所以2种模式各有优劣，就看谁先跑得出来了。当然，用滑翔机和用风筝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前者由于拥有硬质的机身和机翼，所以能够更好的调整空中姿态，应对不同的气流状态，利用起风能来是既高效又灵活。对了，我们补充一点不论是滑翔机还是风筝，它们放上天去之后呢，既不是稳住不动，也不是到处乱动而是以一种设计好的轨迹维持侧风飞行。为什么要侧风飞行呢？
因为这样的效率才更高嘛。早在1980年，美国工程师迈尔斯·劳埃德就在一篇经典论文中仔仔细细地分析了利用风筝发电时侧风飞行和非侧风飞行的区别，得出了这一获得公认的结论了。然后再补充一点啊，为什么传统的风机它的叶片要那么宽那么大呢？就是为了能够让它捕捉风的面积要够大嘛。但是当我们放一个风筝上天，并且让它以侧风飞行的方式去捕获风力的时候，它的效率甚至要超过了叶片巨大的风机啊。这点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传统风机它效率最高的部分恰恰就是在叶片尖端的部分。那叶片尖端的部分呢，其实在这里就相当于我们放上天的这样一个风筝或者是滑翔机了。你可以这样想象吧，滑翔机它的飞行轨迹有多大呢？它所能够高效捕捉到的风力的面积就有多大了，是不是很厉害呢？好，说回来啊，不过硬质机身呢也有问题，万一一个不小心坠毁了，就真的是毁了啊！自己毁了不说，还有可能会殃及地面上的花花草草，风险较大嘛。另外，跟传统风机常常被人诟病的一点类似啊，它对鸟类的友好程度呢也算不上高啊。撞鸟或者是鸟撞之后，大概率都是同归于尽的。相反，柔软的风筝还有飞艇呢就很安全了，摔不破撞不碎，还可以当成空中的气垫床，风险可控嘛。但缺点嘛，就是不好控制，容易乱飞。毕竟改变飞行姿态是需要有一样叫做控制面的东西的。好吧，我承认啊，这些东西呢，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好像还只是在过家家一样。即便是他们当中的王者，发电量也只有600千瓦而已。对比起来啊，普通的陆地风机是5兆瓦，海上风机是15兆瓦左右，简直是 N 倍于发电风筝啊！所以它离真正的商业化呢还差得很远。不过呢，至少在这几个领域，咱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落地的苗头的。比方说灾难救援时的临时需求了，由于它方便运输和安装嘛，所以可以快速的建立起一个临时的发电站，在小范围内为救灾急需的电力提供保障。还比方说，在一些风力资源丰富，但是却常常遭遇飓风的地方了，你是想从风里面捞点好处，但是建设开支巨大的传统风机又经常是得不偿失嘛。那么好了，现在发电风筝来了，是既灵活又便宜啊，即便被毁了，也不至于心疼到吐血吧。当然最后啊，它还是要朝着大型化和商业化发展，才会有未来嘛。还记得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9000米和100倍吗？那儿才是它真正的归宿嘛。希望它能够早点飞到啊！空间旅行的游戏规则终于要被打破了吗？原本即使碰上好的时候，也要飞上8个月的火星之旅，很有可能呢，马上就会被缩短到45天。这是谁说的大话？他又是凭什么敢这么说呢？好，是2个重量级的单位合起来说的啊 ，NASA 和 DARPA， 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他们宣布啊，将合作研发采用核动力火箭驱动的载人航天器，来缩短未来太空任务的飞行时间了。这里的未来是指多久以后的未来呢？5年，也就是短短的5年而已啊！你看概念图都已经出来了嘛。这款正在被开发当中的名为 Draco 的飞船，将最快在2027年来到现实当中。至于到时候能不能真的飞得起来，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他们这么自信高调的宣布上看起来，技术准备啥的应该是比较充分啦。当然是充分了。负责造核动力火箭的 NASA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呢，就已经提出并完整的测试过核动力火箭了。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核热推进式火箭。我们先来看看它跟传统的化学推进式火箭有什么区别啊？传统的火箭里面，当然是液体的火箭啊，结构其实是相当简单的。首先是2个巨大的罐子。一个是用来储存氧化剂，通常是液态的氧气；另外一个呢是用来储存燃料，通常是液态的氢气、甲烷或者是煤油。然后这2种元素被泵入到燃烧室，在这里爆炸产生废气，最后产生的废气通过特殊的喷嘴加速往后喷出，以此来制造出推动火箭前进的推力了。所以你看哪怕前面的步骤再复杂，其实最后产生作用的无非就是高速喷出的气体嘛。那好，咱们用别的方法来制造这样的高速气体行不行？这个呢就是核热推进的概念了。通过核裂变反应产生的巨大的热量来加热氢气，使其迅速膨胀后喷出，制造推力。具体呢是这么干的啊，在核热推进式的火箭里面也有2个罐子，一个罐子里面呢是装满了液态氢作为推进剂，另外一个罐子其实不应该叫做罐子啊，毕竟里面是用来发生核裂变的，是个核反应堆，其中装着浓缩铀。
在自由中子的轰击下呢，铀原子核被撞开了花，于是释放出更多自由奔放的中子去轰击更多的原子核，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核裂变链式反应。期间将巨大的热量就释放了出来，温度可以高达将近2800摄氏度。好，高温锅炉已经备妥，剩下的就是将氢泵入其中了。这将是一个比燃烧爆炸高效的多的膨胀过程啊！经过核反应堆加热的氢气，温度瞬间就来到了2500摄氏度的水平，于是获得了极高的速度，就喷得特别的有效率啊！基本上能够达到化学火箭的2到3倍的水平。同时，由于铀的体积几乎可以忽略，所以这样的火箭实际上只需要带上氢一种燃料，就既省下了空间，也省下了重量，自然是能够飞得又快又远了。核火箭最早是由 NASA 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61年合作提出来的，然后就在一代大师冯布劳恩的带领下，风风火火地展开了研究和验证了。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在登月之后呢，就要用核火箭在1980年代将人类送上火星。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非要开发核火箭的根本原因了嘛。因为不论是所能够携带的生存物资，还是防护措施，传统需要飞上8个月才能到达火星的火箭，根本就不足以保障宇航员的吃喝拉撒，以及免遭宇宙射线的伤害嘛。唯一的办法就是快，把数月的旅程呢变成数周，而效率更高、几乎没有工作期限的核火箭，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核火箭的开发经验了。1955年，军方主导的漫游者计划就在洛斯阿拉莫斯点燃了第一台核热推进反应堆。接下来的发展关键呢，就是如何将这个反应堆小型化到能够真正放到导弹上面了。是的，是导弹。军方想要的其实是一台可以用作洲际弹道导弹上面级的核动力发动机。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呢，工程师建造并测试了10几个大小不同、功率不同的反应堆。渐渐的这项技术就越来越走向了成熟了。随着漫游者计划的成功 ，NASA 也将目光投了过来。核发动机能够推导弹，怎么就不能推我们载人的大火箭呢？于是 NERVA 计划诞生了。它是用于运载火箭的核发动机计划的缩写。在内华达沙漠 ，NASA 造出并测试了更大更强的核火箭发动机，无数次的将高速氢气喷向天空啊！第一台发动机 NERVA NRX 加起来总共测试了将近2个小时，其中有28分钟呢是处于其最大的功率的。第二台发动机 NERVA XE 一共启动了28次，运行了115分钟。最后，他们测试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核热推进发动机，Phoebus 2A 能够产生4000兆瓦的功率，连续冲刺12分钟之后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至此，该项目的工程师们呢就都信心满满了虽然没有任何一台发动机装到过真正的火箭上，但是他们相信飞向火星的引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不过登月过之后呢，美国政府却突然就对火星失去了兴趣，他们改为支持另外一个项目了。航天飞机，好吧，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这点我们就不展开了。但结果就是核火箭的开发计划在1973年戛然而止，并且自此之后呢，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测试了，直到大家对火星之旅又重燃热情的时候。几年之前NASA 便重启了自己的核火箭计划，只是这一次呢，它升级了，由单一的核热推进变为了核热与核电融合在一起的双模核推进。什么是核电推进简单说就是依靠核反应堆为霍尔推进器，也就是离子发动机提供电力，通过霍尔效应产生电磁场电离，并加速惰性气体，比如氙气从尾部喷出，以产生推力。当然啦，它的推力呢是十分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将它跟核热推进结合起来了。核热负责快而猛，核电负责柔但久，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够让火箭以更高的比重、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几乎无限的能量密度，不断加速着冲向宇宙深空了。目前这样的发动机呢，已经在概念上诞生了，它叫做带波转子顶点循环双模核推进方案，名字是又长又复杂，但没有关系，我说过你忘了就可以了，反正它最后肯定还是会换个通俗的名字的。发动机呢长这副模样，装在火箭上的艺术渲染图呢是这个样子的，非常科幻所以嘛，剩下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2027年见分晓未来人类或者鬼知道是什么能动的东西如果挖出来这样一个1块钱硬币大小的玻璃片的话，那么它就发财了，因为这里面可能储存着史前文明的全部记忆
当然，我们就是这个史前文明了。而当然，它能不能真的发财呢？得取决于地球上的下一轮文明有多先进了啊，至少得跟我们一样吧。这项技术叫做五维石英数字存储技术，其实早几年前呢就被发明了出来，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已。它通过激光以飞秒级别的脉冲，在石英晶体的内部蚀刻出一系列上下左右间隔5微米的纳米光栅，而这些纳米光栅就储存着信息了。有点不太好理解，对不对？那我们就拿简单的 CD 来举个例子。都知道计算机的数据，不论是什么样的数据，文字、图片、视频等等，所有的一切呢，本质上都是由一系列的1和0组成的。CD 通过在其反射层上面刻上一系列的凸线来体现这样的1、0排布。当激光照射到有凸线的地方时呢，它就会被反射回到传感器，于是数据被记录为1。当激光照射到没有凸线的地方时呢，就不会被反射，传感器没有接收到信号，于是就会将数据记录为0。所以你看啊，要是我们用 CD 这样的单层材料来记录数据时呢，它就是一个2维的记录方式了。想要加大储存的密度啊，那就把单层的变成多层的呗。DVD 和后来的蓝光碟就是这么干的。于是数据记录除了长和宽，现在就加入了高，变成3维的了。那石英上凭什么又多了2维，成了5维呢？因为石英晶体特殊嘛，它里面被蚀刻出来的纳米光栅遇上激光之后呢，会产生双折射，而双折射由于蚀刻光栅的特征不同，又表现出了2种不同的参数嘛，偏振和强度，分别由光栅的排列方向和光栅的尺寸大小来控制，就为存储材料带来了额外的2个维度了。你看，飞秒、纳米、5维，你不需要真的知道它们在小数点之后有多少个0，只需要知道这一下存储数据的坑就超多超密了，自然就能够在更小的记忆体当中装下更多的东西嘛。前几年的水平呢，是一个硬币大小的石英能够存下360个 T， 现在好像是增加到了500 T， 并且支持一定程度的擦写了。好，它除了能存的超多，石英嘛，也就是2氧化硅、玻璃，还超耐用、超抗造，对不对？随随便便保存个几千年是不成问题的，不知道甩了磁盘光碟多少条街了。所以，如果人类文明真的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啊，能够将我们的集体记忆留到下一轮的大概率就是它了。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得到这样一块记忆石英，你准备拿它来存什么呢？高空气球、外星人、月球照片，还有美味的麦片。这样几样东西怎么看都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的，对不对？但是时势造英雄，在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冷战初期，他们就被莫名其妙的绑到一块了。怎么回事呢？故事起始于一位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和海洋学家威廉·莫里斯·尤因，他长期从事海底地震学和声学的研究，曾经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手法的炸弹，用来定位被德军击落的盟军飞机在海面上的准确位置。所以他对声音的传播模式是了解的不要不要的。到了2战结束，冷战开始，美苏双方就开启了核竞赛模式，美国人就在成天的担心苏联人的原子弹到底还要花多久才会追上自己啊？可是这很难知道，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尤因站了出来说我倒是有个办法，咱们可以试一试啊。听声音嘛，因为根据他的研究，声音不仅在海洋深处有自己独特的传播通道，在大气当中也是有的，但是那得是在大气的高层啊。由于高层大气的加小，温度低，就会让声音处于其最小传播速度，在折射的影响之下呢，声波的传播便会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通道当中，相当于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传声筒。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这个传声筒呢？要是苏联人进行了原子弹试验，那势必就会产生相应的声波了。而如果我们监听到了这样的声波，不就能得知苏联人的动向了吗？甚至还有可能会更进一步，从声音当中解读出更多的细节啊！所以还不赶紧上天把耳朵凑近这些传声筒吗？于是1947到1949年之间，一个名字叫做莫古尔计划的绝密项目被美国陆军航空队启动了。他们计划使用高空气球带着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器，乘着气流一路飞到苏联的上空，等待录下原子弹爆炸的声音。可是气球它不给力啊，他们原本使用的是橡胶气球，根本就飞不到那么高嘛。怎么办呢？那就换麦片上呗。其实是麦片的制造商通用模仿。你现在就可以去查一下，它至今都是一家主要从事食品制作业务的世界500强企业。
不过其非主要从事的才是我们今天将要讲到的。早在冷战之初啊，也许还在更早之前啊，通用模仿就在跟 CIA 合作了，为其生产高空气球。一家生产食品的企业为什么要掺和到间谍气球的领域呢？大概是因为材料嘛。食品包装需要不断的研发新材料，气球越飞越高也是需要不断的用到新的材料嘛。难怪啊！所以当军方的香蕉气球 hold 不住莫古尔计划的时候呢，麦片厂商通用模仿非常及时的就给他们送来了聚乙烯材料。这种全新的材料更耐用、更致密，让氦气泄露的更少，于是也就更容易让气球保持在恒定的高度了。你看，高空气球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却很不争气的、非常意外的，以谁都不可能想得到的结果发生了。1947年6月14日啊，一枚属于莫古尔计划的气球坠毁在了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西北约130公里的地方。正巧呢，被途经此处的一对牧场主父子发现了，他们实在是看不出这些掺杂着金属、橡胶、神秘纺织物的奇怪残骸原本是属于什么东西，又是如何来到此处的。于是很快啊，他们便将收集到的残骸交给了当地的治安官。你以为治安官他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嘛。于是他就只能假设，这个玩意儿呢，很有可能是属于部队的。之后他就联系上了位于城外的罗斯威尔陆军机场，找到了一位同样懵逼的上校。上校一听，这我也解释不了啊，便开启了一路往上的汇报链条，一直来到了第8空军司令罗杰拉米将军这里。该怎么向公众解释呢？知道真相的空军此时一定很犯难啊，是告诉他们：嘿，各位别紧张啊，这是咱们用来偷听苏联人他们又造了几枚原子弹的间谍装置吗？这不妥妥的引起公众的紧张吗？你们既然都已经在偷听了，那就意味着苏联人肯定已经有了嘛，那可能下一秒钟原子弹就飞到我们的头顶上来了，这还得了？使不得嘛。那就扯一个谎呗，扯一个足够把大家的注意力全部吸走的谎。这个是外星飞碟坠毁的残骸。于是大名鼎鼎的罗斯威尔事件便诞生了，直到今天都还热度不减。哪怕军方后来自己揭秘了，哪怕他们大声地说，那就是当年为了掩盖事实所撒的谎啊，但公众还是会相信那个更为刺激的故事版本了。所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大概就是个典型了吧。好，我们还是回到原本的气球的故事上面来啊。罗斯威尔事件呢，只是个插曲，而莫古尔计划也只是开始，后面的基因组计划才更为精彩呢。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后来间谍卫星的雏形了，因为该计划里面的气球下方呢挂着的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录音设备了，而是高级的摄影机啊。他们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啊，让这些挂着摄影机的高空气球乘着气流飘过苏联的领空，在此过程当中呢，拍下那些美国人原本是看不到的宝贵照片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飞得足够高、飞得足够快，能够足够安全的去执行这项任务的间谍飞机嘛。然后等气球飞越苏联领空，再通过无线电给气球发送一个信号，让它扔下拍完的胶卷。当然，胶卷并不是裸露的哈，而是装在一个可以自动打开降落伞的专门的保护壳里面的。接着就是更精彩的部分了啊！等待在附近的 C119飞机呢，会在飞行员精湛的驾驶技术下，从空中伸出一个钩子，将这些从高空中掉落的包裹一一给它接住，最后再送往 CIA 的图像分析中心。计划嘛是很漂亮，难度好像也能接受啊，那就干呗。于是，1956年的1月份啊，大约有500个这样的气球升空了，它们朝着东方铺天盖地的飞了过去。当然，这些东西应该是要做的超级隐蔽才行，对不对？美国人原本也是这么计划的，所以用在基因组计划气球上面的金属材料呢，少之又少，就是为了尽量减少他们被苏联雷达探测到的风险嘛。但是鬼知道是哪个人在哪一步搞错了，气球上面的一个锁具，显然它只能是金属的，竟然标准的就长91厘米，而91厘米恰好就是苏联雷达的工作频率了。于是，原本该是融入背景的这些气球呢，现在却像是一盏盏的灯泡一样，在苏联的雷达里面闪烁个不停啊！苏联人简直气炸了，第一时间就冲动到要飞上天，把它们通通给打下来。但是吧，这些高空气球的飞行高度呢，达到了15到30公里，远高于任何战斗机的声线。怎么打呢？睡一觉再打。苏联飞行员发现啊，在日出时分是这些气球降到最低的时候。因为夜里面温度很低，会让气球里面的氦气密度增加，浮力下降，就逐渐落回到了空气密度更高的较低的空中了。准是干掉他们的好时机啊！苏联人因此就回收了大量的美国气球，也顺带回收了气球上面大量的
没有曝光还能继续使用的美国产的胶片。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柯达的胶片啦。哎呀，这样东西啊，可以说是让苏联人如获至宝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美苏两国还在进行一场太空竞赛嘛，其中争夺的一项就是看谁能够先拍下月球的第一张照片。苏联人呢，造相机还可以，但是他们的胶卷始终很难达到能够用的地步啊。当时月神3号卫星已经准备好了，苏联人的计划是将它送往月球，并且让它绕过月球的背面，趁机拍下一些照片，直接在卫星上冲洗扫描出来之后呢，然后在月球引力的加速下被甩回到地球附近，在这里再将扫描好的照片传回到地面。好，尽管卫星造得很好，控制系统配合的也很好，上面的相机结实又靠谱，但最尴尬的却是相机里面的胶卷，只要是一过泛海伦带，就会被弄得起雾模糊，接着就完全拍不出任何影子出来了。苏联人怎么弄都弄不对啊，简直头疼到不行啊！谁知道美国人的包裹及时送到了啊！一次意外之下，月神卫星的工程师们得到了一些基因组计划中美国人的胶片的样本。他们突然就意识到，哎呀，为了应对同样的极端环境，美国人竟然把胶片的问题给解决了。这些胶片呢，都是经过了特殊的强化处理的，完全是可以安全的通过泛海伦带的。妥了，这下只需要将它们裁成咱们自己的相机可以用的尺寸，不就好了吗？于是这张照片，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月背照就诞生了。苏联人抢到了第一，在美国气球、美国麦片和美国制造的外星人的帮助下，抢到了第一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大家可以听出来了，我的嗓子有点哑。如果你连这个都可以接受，并且听到这儿了，那还不赶紧3连吗？好，我们下一期再见啦！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收到节日礼物呢？巧克力、玫瑰花，还是一顿烛光晚餐？今天我们来接受一朵来自外太空的情人节礼物——玫瑰星云。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呢，盛开着一朵直径有130光年的巨大玫瑰。火红的玫瑰娇艳欲滴，花瓣上还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这是来自宇宙级的浪漫啊！玫瑰星云位于麒麟座，距离地球大约有5200光年，星云质量约为太阳的10000倍。玫瑰星云包括5个 NGC 天体，其中疏散星团 NGC 2244与玫瑰星云的关系呢最为密切。大约400万年前，玫瑰星云的云气中呢就形成了很多年轻的大质量恒星，这些年轻的恒星处就是早期的 NGC 2244了。我们都知道啊，太阳不断向外运动的物质流呢会形成太阳风。与太阳的演化过程类似 ，NGC 2244中的恒星处也会释放出大量的紫外线，并形成恒星风，不断侵蚀着星体附近的气体和灰尘。最终 ，NGC 2244便在玫瑰星云中心位置吹出了一个大洞，形成了玫瑰星云的花蕊了。星云的花瓣则像是一个巨大的摇篮啊，孕育着许许多多的年轻的恒星。花瓣上的点点星光就是恒星散发出来的光芒了。玫瑰星云除了外形像玫瑰，颜色也和盛开的红玫瑰一样娇艳欲滴啊。玫瑰星云是一个巨大的电离氢区，包含大量的电离氢。氢原子呢有一条强烈可见的红色发射谱线，这便使整个星云的颜色呈现出了玫瑰红了。我们可以借助天文望远镜观测到宇宙中这朵璀璨的玫瑰。不过你眼前的这朵玫瑰，它可是5200年前的样子啊。因为5200光年外的星云发射出来的光芒是需要经过5200年才能来到我们地球的嘛。哎呀，想象一下，在2月14日这天呢，当你通过天文望远镜进入时空隧道，欣赏着眼前这朵穿越时空的玫瑰时，这是不是才是一个相当浪漫的事情呢？